他这个年纪的少年郎，不就是这样吗？一路向前冲，万事抛脑后。所以才叫他夯货呀。话说你赖在这雪月城不走，真的是为了那800两？错了，是800万两。萧瑟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当年连岳师傅将我送至雪月城的时候，让我替唐门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你吗？当然不是。想都不想便说不是。我说你这人还真是奇怪，你就算要等，也应该是等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你等我一个大老爷们干什么？你看着像是一副久经世事的样子，可实际上你才多大呀？你也就比雷无杰大个几岁吧。管得着吗你？我不管你，有的人管。这话说得好。3师尊。看来今天我这小院贵客挺多呀。萧瑟，见到3师尊还不赶紧行礼？哎，无妨无妨。我虽想收你为徒，可你并未同意。唐莲、千洛，你们2个守在外面，我和这位萧兄弟商量些重要事情。是。是。我发现，你似乎并不喜欢我。我为什么要喜欢你？因为你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枪仙吗？是因为那件事情而怪我？我也不怪你。趋利避害是每个人的选择，我只是不像他们一般看得起你罢了。独一无二的枪仙又如何？想收我为徒，你还不够资格。当年你王叔入狱之时，我手提长枪，本已打算冲出雪月城，直奔天启，可我当时却收到了一封信。这封信是你王叔亲笔所写。王叔信上说什么了？他要我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要留在雪月城。你确定是王叔亲笔所述？你王叔的笔记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龙飞凤舞的，天下间无人能够模仿。我本打算不听他的，可当年他却号称算无一策的卿相公子。我想，这或许是他计划中的一个环节。我倘若去了，或许会破坏他的计划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却死了。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结果。我真的很后悔，我当初就应该把他的书信撕得粉碎，然后冲去天启把他给救出来。可是今日，我绝对不会再做让我自己后悔的事情。做什么？哎，千洛，放心，3师尊一定不会为难萧瑟的。看来，你并不是伪装的，你的武功的确是被废了。多管闲事！哎，我司空长风乃是药王辛百草的半个徒弟，若论医术的话，天下我至少也能够排名在前5。所以，你有办法？你血脉不畅，这会给你的隐脉带来严重的后果。什么意思？多运动运动。
爹，你没有揍他吧？你说呢？哎，杰洛，你不是说最近练功没有对手，少了一些激情吗？阿爹，你怎么突然提这个呀？这个萧策啊，轻功身法不错。哎，你的枪要是能够追上他，那便提升了一个境界。我刚才已经跟他说好了，以后啊，你们两个一起练功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了？千洛谨遵父亲之命。嗯。师傅，师傅，止身。为何来的这么晚？我太累了，睡过头了。跪下。哦。还真是个傻子，还不快行拜师礼？哦，弟子雷无节，拜见师傅。我怎么收了这样的一个徒弟啊？起来吧。哎。雷无节，弟子在。身为剑客，你可知道自己是为何拔剑？为何拔剑？有人拔剑是因为想做英雄，想以一剑之威势平天下不平事；有人拔剑是因为畏惧，因为他不拔剑，其他人就会拔剑。如果不想死，就只能拔剑。那么雷无节，我问你，你是为什么而拔剑？师傅，这个我还没有考虑过。那你当年为何选择练剑？那日我看见师傅长袖一挥，一柄火红色的长剑冲天而起，那一道红光竟将云彩都染得通红。我生平从未见过如此玄妙的剑术。那时师傅便问我是否想要习剑，我都没有犹豫，只因那刻一剑之美而震撼。对，剑是这世间最美的事物。你师父若不是见了一剑之美，现在也不会落得这般田地。可你说的是习剑，我说的是拔剑，两者却是不同的。习剑可谈风流，而拔剑就只能问生死了。生死是，江湖上生死倒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就好像一言不合便要拔刀相向，刀剑把脖子一抹，死了便是死了。但我雷无节不认同这样的江湖，江湖胜败常见，生死又是何必？所以，拔剑可以论剑道，不言生死。你不想论生死，可如果别人对你拔剑，想要你死，那么你就这样去赴死吗？那我就……此剑名为听雨剑，是剑心种种主所著，风雅四剑之一。为师赠予你了，就当是拜师礼。听雨剑，师傅，这剑肯定有问题。听雨剑它是有灵性的剑，它是认主的。你心中没有拔剑的意志，所以拔不出它。听雨剑，那可是你初入江湖时得到的第一柄宝剑呢。看来你对你这个徒弟，还真是舍得呀。可是我这几日，不论怎么逼他，他都拔不出那柄剑。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在跟你对决的时候拔出剑来？生死一刻，长剑怒出，这是最好的方式了。
哎，怕就怕人不是为了自己拔剑，而是为了别人拔剑。不提这些了。你最近重拾医术了吗？看这些经络图做什么？我也收了一个徒弟，他阴脉受损，用不出武功了。这般严重？唉，是啊。我写了一封信给谢轩，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法子。哼，那个臭书生。哎，他要是真来的话，你可千万不能找他比武哦。你徒弟拔不出剑来，你不好好教他，怎么让他跑下山了呢？是我放他下山的，我想让他好好的悟一悟这拔剑的真谛。雷无节，是你，陆明轩师兄。哎呀，你小子跟着二城主上山修炼，一走就是10日，可让我好找。你欠我那300两银子，什么时候还回来？输了的人还有资格要钱？别给我丢人！你是雷无节吗？啊，我是尹落霞。啊，落霞仙子，久仰大名。今日怎么下山来了？你师傅呢？我师傅闭关修炼，让我先在山下待几日，别影响他。闭关？难道他又要来了？仙子说什么？啊，没事。明轩，晃来晃去的做什么？站没站样？天羽剑，没想到你师傅把它传给了你。你知道它的来历吗？师傅说这是他早年间的佩剑，但我怎么都拔不出来它。你们知道什么是拔剑的理由吗？你别跑！嚯，你是比一是快。萧瑟，踏云部果然是天下第一轻功，这萧瑟没有半点内力，却有逍遥天境级别的高手所拥有的轻功水准。你给我小心点！知道你拔的是什么吗？这是云烟细棉，1000两银子一匹。我管你是什么！雷无节，哎，来了！找我有什么事儿，萧师弟？我是你师兄，再敢叫一句师弟试试？千洛师姐，你打我萧兄弟干嘛？萧兄就萧兄，哪多个弟子？雷无节，这没你的事儿，撒手！哎，你是不是想说要打我的萧兄弟，得先问过我？好，我今天不打你的萧兄弟了，我打你！我倒要看看，能让雪月剑仙收为弟子的人究竟有多特别。萧瑟，打不过啊！你把他给我打趴下，我给你800两。啊！8000两。我把我打趴下，今天你们2个谁都跑不掉。萧瑟，你到底怎么招惹他？谁没事招惹这种人啊？萧瑟，你说清楚，哪种人？就是那种整天追着男人跑不要脸的人。你，雷无节，这都留不住人，太委屈这把银月枪了。刚才那一下肯定能留住他们的。嘿，你可别逗了，刚才那一枪你是故意丢歪的。不止今天，过去4天，每一天都是扔歪的。哦，好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。他们。应该没追来了啊，没受伤吧？没事儿。哎，这可是云烟细棉，很贵是吧？倒也不是，主要这个不吸血。哦，走吧，带你去找点水擦一下。走。看来是大师兄赢了。来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真强啊！喝醉了都不躺下。哎呀，忘了问绿山姑娘的事儿了。
夜闯雪月城。啊，那是师傅闭关的方向。你是谁？我还想问你是谁呢？我可以说我的名字，但你敢听吗？师傅正在闭关，这几日不让人打扰。你若要拜访，再等2日吧。2日之后，你上山来，我不拦你。你是李寒一的弟子，他居然也开始收徒弟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雷无节。好了，快把路让开，我急着去见李寒一，不要耽误我的时间。我前面说了，我师父正在闭关，我虽然没用，但也不能这样就让你过去。荒谬！你能拦住我？雷门火灼术，隔空无双拳，来得好。你究竟是谁？为何要夜闯雪月城？认识这把剑吗？断剑。这柄剑的剑首是被李寒一所斩断的，但这把剑的名字叫断水。一剑断水，千江绝流。你是无双城城主宋彦回。无双城要大举进攻雪月城了。哎，瞎说什么呢，臭小子！我是来找你师父试剑，没工夫跟你闲扯，快把路让开！宋城主若是执意要过去，请出剑。让我出剑，你还不够资格。放手！我说了，只要我还没死，你就不能过去。听雨。你需要找到拔剑的理由。拔剑的理由。剑名。我也有一剑。剑名月溪花尘。月溪花尘，雪月剑仙李寒一所传。请宋城主赐教。够美，你够资格接我一剑。好一个剑仙所传，月溪花尘。我什么时候教过你这么烂的剑术？这要传出去，你师父我的脸面就丢在江湖上了。师父，我明白拔剑的理由。只不过拔出了一柄剑，就这么高兴？以后还怎么教你上乘的剑术？守护之剑，你收了个好徒弟。果然，还是这个结果。听说你也收了一个徒弟，开启了无双剑匣，正在修习13飞剑之术。我这个徒弟，天赋远在我之上，他5年之内必成剑仙。好，
5年。我这徒弟3年之内必成剑仙。哎，你永远都这么骄傲。宋彦回，你找我试剑3次，败了3次。不过这一次将是你我最后一次试剑。从今天起，你将不再奢望敢战胜于我。来吧。3城主，落霞，你见过剑仙一怒的剑吗？都说仙人太上忘情，不喜不怒，不悲不哀。除了以霸剑闻名的怒剑仙，其他似乎每一个人都不轻易动怒。因为平时轻易不动怒，所以一怒拔剑时便可毁天灭地。韩一生气了。宋颜回他伤了雷无节。雷无节拔出了听雨剑，是韩一最害怕的理由，拔出了剑。落霞，你跟宋颜回在苍兰江有过一段渊源，你去救他一救吧，不然的话，恐怕天下4城之一的无双城主就要死在雪月城了。死在这一剑下，你可有遗憾？今日事件，我已无憾。你也是受一城之累。如果你不是无双城城主，你的修为不止如此。手下留情。为何？你打了3次都打不赢，还要硬来，你有完没完？你的剑是守护之剑，虽然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，但你本该这样，因为你的父亲姓雷，你的母亲姓李，所以我接受这个结果。你怎么会在雪月城中啊？别动！你装什么糊涂？我就不信你不知道我在雪月城。在与不在，又有什么区别？那赢与不赢，又有什么区别？我收了个弟子，他的资质放眼天下都找不到第2个。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担起我复兴无双城的重任。我虽然输了，但是我的弟子绝对不能。复兴无双城真的这么重要吗？打败雪月剑仙真的这么重要吗？那我呢？我就不重要了。对不起。打你个负心汉！你什么你？我打的就是你！臭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谁让你欺负我师傅？今儿小爷不打断你的狗腿，小爷我跟你姓！师傅，等我逮着他，替你样样。下次再敢来，继续打你！师傅，您又输了。输了，这次输得很彻底。我与李寒一的距离，怕是小溪与长江的差距了。以后，我再也不会去雪月城找他比剑了。没事儿，您输的，我帮您赢回来。这一次，我见到一个人，他说他叫雷无节。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节，好像没什么名气啊。以后你便会知道。难得你这个记性，
还能记得住一个人的名字？因为他很特别。我那天见到的人，都很特别，我都记住了他们的样子。他现在是李寒一的弟子，我试探了他的武功，跟你相比，还差一段距离。我对李寒一说，我的弟子5年之内必成剑仙，可他却说，这个雷无杰只需要3年。看来，他对这个弟子是寄予了厚望啊。你已经能控制10柄飞剑了，好。既然雷无杰3年成剑仙，那我就1年成剑仙。去。上。无双城能重回巅峰之境，就全靠你了。师傅，我根本不想做什么无双城城主，我只是喜欢练剑罢了。不过既然师傅想让我做，那我做便是了。好了，随我回无双城吧。嗯。那个人是宋彦辉，我打了无双城主。那个人是宋彦辉，我打了无双城主。我的天哪！完了，完了，怎么办？你师傅呢？宋彦辉走了，昨夜就走了。你怎么到哪儿都戴着这个破面具啊？难看死了。这10几年来，你的容颜没有一丝变化，戴着面具还能养颜，这可真是稀罕。你若那么在乎他，为什么不跟他去无双城？他的心思不在我身上。我去不去都一样。昨日雷无杰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他受的伤不重，休息几日就能好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跟雷无杰说你和他的关系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当初送他去雷家的时候，只不过是一个3岁的幼童，能否记得有我这个姐姐，都还两说。更何况这些年，我一心都在练剑，都没有去过雷家看他。我这个姐姐，也真是够不称职的。不过现在这个样子，其实挺好的，真的。这算哪般好啊？那日我劝你去找赵玉珍的时候，你也是这般说。那是不同的。我所练的止水剑法，要求心若止水，而他，他的身体好些了吗？在几位天师的帮助下，已经恢复清醒了。但是，若想要恢复寻常，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。站住！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白发玉剑，轻功卓越，怎么从未听师尊提起过江湖上还有这样的高手？
雪也太大了，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的。还好我的马是千里挑一的神骏，不然咱们都得被这场雪给埋了。不，你这一路都在说你的马好，你是卖马的吗？少废话，进去生个火。装模作样。哎，刚刚有人生过火呀。太好了，这下方便了，我还怕那柴火太湿，怎么都点不着呢。莫非只是2个寻常的赶路人？快点！刘无杰，哎，你说带我去雪月城，可这一路上你已经走错2次方向了。你确定这次路是对的？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雪月城，不过我发誓，这次一定是对的。他姓雷，莫非来自江南霹雳堂雷家？可是雷无杰这个名字，却从没听人说过。你属狗的吗？闻什么呢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是花香，蔷薇之香。蔷薇？这个天气会有蔷薇啊？这是蔷薇露的味道。蔷薇露出大邑、占城、爪哇，并且只有天启城的百花阁才有的卖。这儿怎么会有？想不到在此荒郊之地，还能遇到能识风雅之人。我苦求百花阁主多日，他才卖给了我这一瓶，却一下就被你闻了出来。风高月冷，姑娘要进来坐坐吗？不必了。这是越妻笑宋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他们2人就是越姬和明侯，杀手榜上位列第9。除了霸占杀手榜上前8席的暗河组织之外，绝对是江湖上最厉害的杀人王组合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岂不就是要杀我们呀？你兴奋个什么劲儿？其实帖子是送给里面另一位朋友的，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就是接了帖子的都得死。所以今夜2位的命就都一同留在这儿吧。我接过你们的帖子，但我却没有死。敢问这位兄台？唐莲，所以我们这不又赶来杀你了吗？唐莲，你是唐莲，雪月城首席大弟子唐莲。哎，那这样说起来，你就是我的大师兄了。我雷无杰，我是从江南霹雳堂雷家堡来的。我也是雪月城的，小心！明侯天生不爱说话，所以他最讨厌话多的人。好大一把刀啊！你受伤了，你中的百香散也没有完全解，不然刚才那一刀，下一刀你一定挡不住。这一刀我来挡，师兄为我挡了一刀，我也为师兄挡一刀。哦，
小兄弟竟然也是雪月城的人，那杀了你也不算枉杀了。只是明侯的刀不轻一把，你先试试我的剑吧。树衣剑，他们二人的兵器倒是绝配。树衣剑、金具刀，能一晚上见识到这2样兵器的人不多。小兄弟，你可看好了。江南霹雳堂雷家火器天下第一，却没想到小兄弟的内力也如此惊人，竟能赤手握住我的树衣剑。哼，你的剑我见过了，可我的拳你还没见过呢。是雷门的无方拳，拳未到气先到，这小子有一手。月影剑、防影术，都是绝等的杀人之术。再绝等的杀人之术，没有杀掉该杀的人，也是没有用的。我输了，刚才那局，是你胜了。小兄弟说笑了，我们杀手没有输赢，只有生死。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生为无劫的幸运。这是雷家宝的火灼之术，怪不得他的头发会发红。月姬，我们走。喂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占尽上风，为何要离开？什么人的刀你都敢接，你有几条命够你这么玩的？你不是也会功夫吗？你怎么不去打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了？不是，你在那客栈，你一挥手，门窗都齐刷刷的关上了。傻子，这世上除了武功，还有一种技术叫激光，需要你来救。这也行。这位大哥，你在后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刚才有人偷偷溜进去了。
我想那明侯月姬也只是不想被人渔翁得利罢了。啊！哇！走吧。怎么了？咱们不是要找雪月城吗？如今雪月城大弟子就在眼前，不跟着他，跟着你像话？对啊。哎！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，只敢做些偷鸡摸狗之事。唐莲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谁是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？凤舞大师兄。千落，三师尊知道你来吗？你不会又是偷跑出来？谁说的？我就是出来游历江湖，恰好路经此地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看来还是偷跑出来的。我现在有任务脱不开身，只好传书给三师尊，让他把你领回去。唐莲，你敢？哎呀，大师兄。你玩了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唐莲，你给我等着！这刚才那位是司空千落，姓司空，莫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？正是我三师尊的女儿，雪月城的大小姐。哦，那还真是让人出乎意料。千落这次是真的是有些过分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听声音准没错，纯金的。纯金的？纯金的又如何？值大钱了。掐！素未谋面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我不是相信你，我只相信他。这一点我倒是认同你的判断，毕竟这家伙除了武功好点，就没有脑子。骗人这种事，他确实干不出来。那你呢？我把我最好的2匹夜北马拿来给你拉货，你还不信我？师兄，别理他，他就是个马贩子。这一路上除了听他夸他马好以外，就没听过他说别的话。雷兄弟，你暂时没有拜入师门，师兄这2字，我想你可以不用叫得这么着急。哎，好的，师兄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这棺材里装的是什么？师尊并没有告诉我，他只是让我把它运到碧罗城的九龙门。另外，和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千万不要试图打开这具棺材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对这棺材更感兴趣了。千万不要对它感兴趣。我这一路上遇了10几波杀手，那么多人对里面的东西感兴趣，拥有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你这一身的伤是那些杀手？只是月姬和明侯，其他的不过是一些……其实关于这黄金棺材的传闻，我倒是听过一些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别这样看着我呀！这种传闻已经在江湖上传开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大致就是，有人从寒水寺运送黄金棺材去边境，棺材里装着的是数不尽的财富，
还有足以称霸江湖的武功秘籍。你相信？原本我不信，直到我后来发现，运送这黄金棺材的竟然是雪月城大弟子唐莲。那又如何？其实像这种传闻能传遍江湖啊，自然是有人背后推波助澜。不过像明侯月姬这样的杀手，显然是做不到的。相信你也听说了，几个月前寒水寺忘忧大师的事情。我猜这棺材内8成就是忘忧大师的尸首。只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得到他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只是一个消息比较灵通的客栈老板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直奔九龙门吗？三顾城，美人庄。美人三顾：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三顾倾我心。三顾城是前往碧罗城的必经之地，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商人经过这里，其中不乏1掷千金的豪客。而美人庄则是城内最大的销情窟，这里不仅是温柔乡，还是北离境内数1数2的赌场。可惜啊，雷无绝那小子还守着马车，不然真该带他来这儿见见世面。美人庄是这三顾城里最大的青楼，能来这里都是豪客中的豪客。他们的赌局太大，没办法用普通的金钱计算，所以这里的赌局都是用这种成筐的明珠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我们也去赌一局。哈，我可没有钱。怎么没有？咱们可是有一口纯金打造的棺材。闭嘴！我警告你，别打这个主意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接头人的，必须丝毫不引人注意。是秦明蕊。是莲吗？你不是说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吗？可是现在你看看，整个美人庄，所有人都盯着我们呢。蕊，莲，距离你上一次来，已经过了16个月07天了。你就这么不挂念人家吗？你们一个叫蕊，一个叫莲，听起来还真像是一对老相好。真是个好看的少年郎。刚刚听公子说想要赌一局，美人庄今夜有一场千载难逢的赌局，要不要一起玩玩？我可没有钱。不，你一定很有钱。姑娘为何如此确信？寻常人看到如此庞大的赌场，早就瞪大了双眼。看到我这样的美人，早已迷了心神。但你却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，仿佛这样倾城的财富、倾国的美人，在你眼里都是稀松平常的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很有钱？蕊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你的接头人至今也没来，但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要小心，这几天不断有顶级的杀手为了那件东西涌入三顾城，他们中有很多人不好对付。公子还想赌吗？我有一座山庄，
名叫雪落，大概值10匣这样的珠子。不知姑娘可愿先借我一批？好说。今日的美人妆被这位公子包下了，想赌的留下，不赌的就请先回吧。天女说笑了吧？区区2匣明珠就能包下美人妆？这位公子看上去有些面生，怕是不懂这里的规矩。天女怎么也糊涂了呢？糊涂？在家做错何事？好了，我也就是吓吓你。至于为什么吓你，我只是想让在场的人知道，这位公子的赌局不单是金钱局。莫非是生死局？没错。这生死局是什么意思？光听名字就知道了。输的人不光要留下钱财，还要留下性命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这么赌了？哼，这个小丫头，我知道你想要帮你的小情郎，但是你也要知道，仅凭这3顾城美人妆，镇不住这个场。是你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唐莲。不过这小丫头说的也对，愿意入局的留下，其余的人可以清场了。有趣，这些人连黄金棺材装的是什么都不清楚，还敢来凑这个热闹，聒噪！转身江湖路迢迢，天外雪飘飘，冷月的滚烫云知道。命运狂滔滔，拨开岁月雾绕绕，过往空闹闹，是等待沿途零九霄。檐下水渺渺，心声随境缘轻渺渺。我想养才好，生如莲不染与你潮。跋涉千万里惊涛，踏歌着浪潮，悠扬了年少。刀剑唇齿相依，肝胆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。任凭恩怨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芳华奔劫啊。少年锋芒同行，天涯海角，下一通逍遥，有只脚不寂寥。踏涉千万里惊涛，踏歌着浪潮，悠扬了年少。刀剑唇齿相依，肝胆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。任凭恩怨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芳华奔劫啊。少年锋芒同行，天涯海角，下一通逍遥，有只脚不寂寥。